的地点是不彻河村，一个靠捕鱼为业的穷乡僻壤。当你来到这片土地，你会发现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健康的人，每个村民不分男女，都或多或少的感染了某种疾病。而最严重的，则是一个喜欢弹班卓琴的男人。他的琴声悠扬，但他的脖子却发生了某种变异，身上还有很多脓肿的大包，看起来非常恶心。而这个脖子变异的男人，并非是游戏中虚构出来的，而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他是世界上一只脖子最粗的男人，不仅是人，就连他附近的一些动物，如鹿、黑熊、兔子、郊狼以及蟾蜍，都产生了某种变异。甚至就连你从湖中钓到的鱼都是有毒的，并且他们整个村落都坚信自己被恶魔诅咒了。结合前面我们看到所有种种诡异的地方，难不成这个地方真的是被恶魔诅咒了？当你在罗诺克地区扎营时，会遇到一个女人和你谈关于恶魔的诅咒。You ever heard of a place called Butcher Creek, mister? Our entire village has been marked by the demon stealing our bodies and our minds. And we have all been cursed and ain't nothing we can do but just wait our time. 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发光的五角星标记，在凌晨4点到5点出现。你无法和这个互动，我会在视频后面解析这个标记的目的。想要理解整个故事，先从任务长者的智慧开始。如果你在不彻河村的下方，也就是范霍恩贸易站的左下方，领取过这一陌生人的任务。当亚瑟为了探求事实的真相时来到这一位置，就会在桥底下发现一个路人，对上一只喊着，他的身体里好像是有一个恶魔。It's in me. They're in me. You're not well, Fred. Butcher's Creek. 路人也是请求亚瑟把他送回不彻河村。当亚瑟把路人送回不彻河村的指定地点后，突然路人就会像发了疯一样冲向亚瑟，似乎真的是像被人诅咒了一样。最后在得到了一句不轻不重的感谢后， Thank you. 亚瑟就算是完成了长者智慧的第一部分，原地扎营睡一觉，等到第二天就会发现不彻河村发出了长者的智慧任务第二部分。这时亚瑟就可以继续探索不彻河村的秘密了。屋子里的路人会告诉亚瑟恶魔来了。 Demons have us by the throat, sir. It's the darkness. The darkness, it's everywhere. He was righ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y come in darkness. They're coming. 可是当亚瑟寻找到所谓的恶魔时，却发现只是一群变异的疯狗，一群不知道感染了什么病毒的疯狗。于是亚瑟就出手替不彻河村清理了这一群所谓的恶魔。可是当亚瑟把这时的真相告诉了不彻河村的所有村民后，村民也是坚信这一群疯狗就是恶魔幻化而来。No. He said they would come in many forms, huh? And he said his protection would come in many form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Just sick dogs, hydrophobia, or some other... 这任务暗示了村落并没有受到恶魔的诅咒。 Darkness has come for us. Yeah, he was right. Who was right? I was. 这时就会出现一位巫师，巫师告诉众人，这里的确是被诅咒了，恶魔真的是隐藏在黑暗中作恶，并且在村子的附近还有所谓的黑暗符咒，只要这黑暗符咒一直存在，那恶魔就永远不会消失。为了替这一群已经陷入巫师谎言中的村民找回真相，于是亚瑟就又主动去帮村民销毁附近的13个所谓的黑暗符咒。相信看到这里的很多玩家都认出了，这所谓的黑暗符咒其实就是散落在大地图上的捕梦网，只不过如今被人在底部挂了几个铃铛罢了。看来这整件事大概率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当亚瑟回到不彻河村，告诉村民自己已经替他们摧毁了所有的黑暗符咒，应该已经解除了所谓的诅咒时，这时巫师又站出来说，亚瑟摧毁了符咒就是释放了被囚禁的幽灵。而此时的亚瑟显然也是明白了，这一所谓的巫师就是在欺骗这里的村民。于是亚瑟就用自己的方式赶走了巫师。 Liar! I have the gift. My ancestors. I got a gift myself. I'm going to commune with the spirits. Dark omens! Dark spirits! What's he hiding? 也从村民的口中得知了，在附近有一座矿洞。 There is a di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there. There was a dig anyway. It's closed now. He always said something about not going over there. Maybe I'll go check it out for myself. 跟着路旁的一些路标树的指引，我们便可以找到废弃的矿洞。这些路标树是可以记录的，别忘了记录一下。我这里是记录完了。
当亚瑟来到矿洞时，发现这座矿洞已经废弃已久。卸下木板后，直接钻进了矿洞。进到矿洞中的亚瑟似乎也是发现了事实的真相，那就是所谓的诅咒大概率是因为水源被污染了。亚瑟也是收集了一些污水当做证据，可就在亚瑟准备离开时，矿洞被某个人给炸了。于是亚瑟只能从旁边的山洞往外逃，最后七扭八拐后也是从瀑布口钻了出来。果不其然，被污染的水源流到了极乐池里，这便是导致附近的村民以及动物变异的原因。就在亚瑟再次返回不扯河村后，正好看到巫师在让村民签署什么合同。It's a powerful magic that will protect you on your journey. No, I hereby release, absolve, and indemnify the aforementioned Roanoke Fuel Company. Stop reading. You didn't tell me you could read. 亚瑟也是趁此机会告诉了所有人的事实真相，那就是之所以村里的人会生病，会有那么多的疯狗，附近的动物为啥都得了病，为啥极乐池的蟾蜍以及鱼都中了毒，那就是因为湖水被污染了。动物以及不扯河村的村民都是饮用了被污染的水源才患病。最后巫师也是坦白了一切，原来是矿业公司在开采矿物时发现了重金属砷和铅，也让这两种重金属流到了极乐池的湖水中，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诅咒，更没有什么恶魔的降临。一切都是矿业公司闯下的祸，也为了从不扯河村的村民手里抢走这一片土地，所以才派出了这一工作人员假扮巫师来欺骗这些村民。可是显然这里的村民也是中毒太深，哪怕亚瑟已经告诉了他们的事实真相，可这群人还是不相信亚瑟，而是坚信恶魔的存在。但实际真的如此吗？不彻河村真的没有遭到魔鬼的诅咒，只是重金属中毒吗？实际上不彻河村惨案其实并没有在游戏中完全讲完，如今玩家看到的版本是 R 新删减过的版本，其原本的不彻河村惨案要比这个版本复杂很多。在原本 R 新编撰的不彻河村惨案中，不彻河村确实是有魔鬼的，而证据则有3个，第一个便就是恶魔的标记。前面我们说过，当我们在不扯河村附近扎营时，那么便有机会会遇到一个十分狼狈的女人与玩家对话。You ever heard of a place called Butcher Creek, mister? Our entire village has been marked by the demon, stealing our bodies and our minds. And we have all been cursed and ain't nothing we can do but just wait our time. 在和亚瑟的对话中，疯癫的女人说了这样一句奇怪的话：我们整个村子都被恶魔留下了记号，他们会偷走我们的身体。那什么是恶魔留下的记号呢？当我们在夜晚来到不彻河村，并能在村子右上方一栋烧毁的废弃房屋下面看到一个发光的五芒星，而这个发光的五芒星其实便就是女人所说的恶魔记号。众所周知，到五芒星的符号其实便就代表着恶魔撒旦，而且不彻河村还养了很多山羊，这些山羊又比其他地方的山羊更凶，几乎是只要看到你就会主动发起攻击。山羊也是撒旦的标志之一，而到五芒星加山羊头则正好组成了撒旦教的标志。第二个证据便就是除了烧毁房屋下面的五芒星，其实整个不彻河村都被一个巨大的五芒星所笼罩。当我们走进不彻河村的厕所中，会在里面发现奇怪的数字编号，这样的数字编号一共有5个。当我们将这5个地点在地图中标出，其连接起来的形状则正好是一个巨大的五芒星。第3个证据，不彻河村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诡异，在一栋废弃的谷仓中，我们能在里面找到一些拷问工具和带有镣铐的架子，然后在一间房屋下面，我们还能找到一堆人类头。这2样东西合起来，本身就是一件细思极恐的事。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村庄会有拷问室这样的东西呢？那些死去的头骨又是谁的呢？尽管R星删减了不彻河村的部分内容，但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被删减的录音，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Hang around here long enough, you'll end up in a pouch.I seen this goat round here that's blacker than the devil's teeth and twice as rotten. You look bloodier than me on sacrifice day. Don't tell nobody, but Cousin Merlene walks with a goat in you. 对话中说，如果玩家在这里逗留太久就会被抓起来，还提到了祭祀日以及和山羊散步的村民。通过这段录音，我们不难猜出不彻河村的居民很可能是信奉了某种邪教，同时还举办过某些血腥的祭祀仪式，而那间装满刑具和带血的谷仓便就是祭祀用的房间，而那些头骨便就是祭祀后的产物。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点是，在不彻河村我们找不到孩子，这里只有成年人和老人，没有任何孩子的存在。这件事在被删减的音频中也有提到过。That ain't proof we cursed. I don't know what is. My last young got taken by the curse. That's 10 babies birthed, 3 babies burned. So far at least. 录音中说，我最后一个孩子也被带走了，有10个婴儿出生，目前有3个被烧死。
所以布彻和孙没有孩子的原因，其实便就是魔鬼将孩子带走了。那么魔鬼是如何带走孩子的呢？在被删减的音频里也有提到了这一点。You heard them say Mill's wife was dragged off by some wolves, right? Lies! Shadows in the night, big hulking devils on 2 feet like a grizzly. 音频中的男人说，梅尔的妻子是被狼拖走的事，其实是个谎言。真正带走梅尔妻子的，则是隐藏在黑夜阴影中，像灰熊一样用2只脚站里走路的巨大恶魔带走了梅尔的妻子。像灰熊一样用2只脚站里的巨大恶魔是谁呢？这个问题在游戏中并未给出答复，但根据描述，我觉得这个巨大的恶魔很可能就是游戏中出现的那只人造变异生物。你认为是怎么样的？请在评论区或弹幕告诉我。